有人要吗？1碗够吗？慢点嘛，这会儿不挨你啊？啊，你我这啊。来，拿好了啊，有点烫。老板，这么好吃怎么做的呀？小璇，你我爸爸教你。胡辣汤很多人让我做了，但是爸爸一直都不敢做。为什么？我在跟他们说呢，爸爸一直不敢做。问你妈！这个东西啊，他们当地人都打得要死，方中山不正宗，北五渡不正宗，逍遥镇不正宗，互相在骂，所以我也一直不敢做，就是怕做了真的不正宗，然后你们要骂我，很尴尬。对你又不是大厨，不像外面的饭店。1000克面粉加500克的水，先把它搅均匀，把它揉成面团。跟你玩。用点力呀，你一点力都没有。等会儿我们比较一下，看谁揉得好啊。面团揉到大致光滑，盖上个盖子，我们醒发30分钟。我教你好不好？这样揉进去，不是扁了吗？叠回来，再揉进去，再叠回来，再揉出去。变长了之后换个方向，这样叠出去，叠回来，叠回来。你看光滑了没有？对吧？很容易的，这个练习练习就会了。把面放到这里面，接下来往里面倒水。爸爸帮我倒。那它这面揉得很好哎，枕头膜一样的。给你倒点水，然后我们开始洗，这样轻轻的揉它，把它这样挤出来。好像怎么没有颜色？这个就是淀粉水，水过滤出来啊，继续加水，尽量不要把这个面筋揉散啊，让它形成一块。洗面水大概清澈，这样就差不多可以了啊。把它泡到水里面，再让它发酵1个小时左右吧。洗面浆洗出来的这个水放到空调房里面静置6个小时。面筋醒发的过程就是让它松弛的过程，让它的延展性变得更好。现在就比刚才要更大一点了。好，继续让它发酵。醒好的面筋我们把它撑大一点，就变得很薄了，看到吗？接着我们把它放到沸水当中。烫熟的面筋，我们把它撕成长条啊，撕的大小不均匀，口感就更加不同。根据你的需求来撕这个面筋的大小。我们这边也想尝试还原一下老式胡辣汤的做法，但试了很多次，我们洗出来的面筋还是破破烂烂的，没有视频里面那种效果。所以我们也参考了品诺王老师的做法，把生面筋直接揪成片，煮熟了好像也可以。接下来我们要煮高汤，最好是牛大骨，但是我们没买到，所以我们就用牛肋骨。然后再加上牛肉，都是冷水入锅啊，再加上生姜、葱，浮沫捞一下啊。因为我们没有用牛筒骨，所以这个高汤的醇厚度和香味上是有所欠缺的。那有一个办法就是往里面增加一点牛油，这个牛油就能让高汤更加的醇厚，香味更浓。大火烧开之后，就可以转成中小火，先炖1个小时。1个小时这个肉就很好了啊，馋不馋？就问你们这肉馋不馋？哎呦，对不起。肉提前捞出来啊，要不然太烂了，不好切。把牛肉放到一旁，自然冷却，但是一定要用保鲜膜封住。封完之后，在上面扎几个孔，剩下的牛骨头再煮2个小时，把它熬成汤。把里面的葱姜都加掉。骨头看着就好香哦，天哪！哦哟，这个上面这个肉，想不想吃？哎，你们不配，这个等会我加餐。这个高汤我们倒到铝锅当中备用。哇，烫死我了！啊，烫死我了！花生、黄花菜、木耳提前用清水浸泡。你洗完了没有？这是你的洗的面筋吗？还可以洗的，不晓得。跟口香糖一样哦。市面上豆腐皮有很多种，一定要买超薄的。你看。很多地方会把豆腐皮再过下油，我们图方便就不过油了啊。卷起来，切成细丝。豆腐丝，冷却好的牛肉，把它切成薄片。红薯粉条只需要清洗浸泡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他说要跟我一起做胡辣汤的，做着睡着了。我们继续。接下来是最重要的香料部分。首先，我先承认啊，我这个配方是我在淘宝买的，只花了10几块钱，10几块你肯定买不到特别好吃的嘛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中不溜的配方，特别牛逼的，你给多少钱别人也不卖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也能够大概的告诉大家一下这个胡辣汤的香料配比思路。首先最重要的就是白胡椒。传统的胡辣汤除了白胡椒和盐就不放别的了，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会往里面放入花椒、麻椒，还有其他的这些香料。用料比较大，我们就直接打在公屏上吧。我估计很多人一看到我放这个辣椒就会骂，哎呀不正宗。
但是事实上，现在就是有很多店放辣椒来提升颜色和味道。接下来把我们的香料倒到打粉机当中打碎。其实你也可以直接在网上买现成的胡辣汤料，也比较简单。那我们就用这种打粉机来制作了。这个应该每个家庭都有的吧 ？OK， 把这些粉取出来。高汤烧开之后，把我们花生米先倒进去，接着向入黄花菜、木耳、面筋、豆腐皮。高汤和菜的比例大概是3斤的高汤放1斤的菜，每斤高汤放入5克盐、4克味精、2克白糖，每斤高汤放3克左右香料粉。先用水把这个香料粉卸开，让它不要结块啊，把它倒到汤里面，再放一点酱油调颜色。其实很多地方是不用酱油来调颜色，他们用的是红辣椒粉，我们是图方便啊，就用这个来调颜色了。面浆水把表层的清水都倒掉，把它搅匀啊，一定要搅到它完全没有阻力。接着就用这个淀粉水来勾芡。一点一点加，不要着急。勾芡需要用到的淀粉还是蛮多的，所以你们一定要根据这个情况来判断它怎样一个粘稠度是合适的。那一开始会稍微稀一点，熬一会儿它也会变得更浓稠，所以这个变量你也要考虑进去。粉条放进去之后可能会变得更加粘稠一点。食材尽量剪短一点。那如果你忘了剪，你也可以这样补救一下，这也是没有关系的。接下来我要拿出一个你们绝对杠不了我的，只要有这个。你一定会说它正宗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是网上我看别人做胡辣汤的教程，只要没有这个木勺，他们就骂不正宗。哎，这木勺舀半天舀不起来呀，这怎么舀得起来呢？再把我们牛肉放上去，怎么这个牛肉一放进去，感觉大海捞针，捞不到了，有一种出去吃火锅的感觉。咦，肉呢？陈醋，兑上一点香油。讲道理啊，这个看着真的很好吃，用木勺。哎呦，这个。很攒劲啊！捞上一勺醋，再放上一块小牛肉。哎呦，这小牛肉！好，我来尝一下，给大家吃。来，张嘴，嚼一嚼，嚼一嚼啊，给你们吃。还挺好吃的啊！哇，有一点点辣，胡椒、麻椒、花椒，味道好重啊！这个早上吃很过瘾，估计吃一身汗。啊，太烫了，我的天！这不就是一块牛肋排吗？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太没劲了。今天这个没有什么可以特别总结的地方。胡辣汤在河南当地都有很多种流派，很多种做法。我这种只能说是东施效颦，希望大家对我也稍微宽容一点。我个人觉得今天是这个很棒，包括我们今天的小哥也觉得这个特别好吃，他吃了2碗，我这是第2碗。大家根据这个做法尝试的做一下，可能你们也会觉得，哎，真的不错，很适合我的口味。有点缺憾，就是我认为这个汤应该要配点什么，好好喝啊，但觉得有点咸。觉得要蘸点什么，就是面食，哎，但是我今天没有做，有点可惜。其他的好像暂时没有什么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，好不好？拜拜。这就是爸爸洗出来那个面筋呢。哦，这个有一点点辣的哦，你吃的时候要小心一点。可是我喝汤不怎么感觉不辣。爸爸已经吃的嘴麻了，你吃一会儿就会觉得辣了。我就是有点呛，是有点呛吗？但不辣。他其实不太能吃辣的，但他吃他好吃的就说不辣。可我吃出来真的不辣，有的时候我吃的是很辣的，但我能吃。但是这个我吃的不辣，不是，它是辣的，但是我觉得它不辣。它是辣的，但是我觉得它不辣，你这不是矛盾吗？